万人瞩目的小米苏7汽车发布会上来了5位车企掌门人，分别是魏小李董事长李斌、何小鹏、李想，以及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、北京汽车集团董事长张建勇。前面4位大家都比较熟悉，唯有北汽的张建勇比较特殊。小米发布会的前一天，他才上任，首次公开露面就是为雷总站台。发布会结束后，大家都明白他为什么到来。小米没有生产资质，苏7是借用北汽资质诞生的。车圈顶流就这样和消费者口中不争气的北汽玩起了合作，而不争气的北汽又获得了华为的支持。华为继问界、智界之后，即将登场的享界也交给了北汽。两者合作的首款中大型轿车享界 S9 目前风头正盛，一边解决了小米汽车的生产资质问题，一边进入华为智选车的合作名单。当前2个最具有热度的造车新玩家都将目光集中到了北汽身上。那么左手华为，右手小米，在2个跨界玩家的加持下，北汽能否摆脱不争气的帽子？这期品牌故事就给大家梳理北汽是怎么把一手好牌玩砸了的。北汽是北京的市属国有大型汽车集团，和同类型的上汽、广汽相比，存在感较弱。主要原因是在燃油车时代，北汽没有拿得出手的自主品牌。大多数人对北汽的认识，也就是合资公司北京奔驰和北京现代了。但殊不知，看似运营不好的自主品牌的北汽，实则长期引领国内汽车工业的发展，只不过起了个大早，赶了个晚集。故事要从1953年说起，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在长春开工建设。为配合一汽的生产需求，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应运而生，主要为一汽提供汽车修理和零部件供应。1958年，中国历史上第一辆国产轿车东风牌在一汽诞生。在一汽的影响下，汽车工业一时间在各省市蓬勃发展，不少有汽车工业基础的城市就有了自己上马汽车制造的想法。作为给一汽生产配件的北汽，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。1958年，他们找到一台大众甲壳虫，拆解研究后，仅用4个月时间就打造出了一台井冈山牌样车，成为首批制造国产轿车的车企。1958年6月20日，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改名为北京汽车制造厂，北汽正式进入历史舞台。成立后不久，北汽就被官方指定为军用越野车的生产厂家。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，我国的军用越野指挥车一直采用前苏联的嘎斯69车型。中苏关系破裂后，急需替代车型，北汽临危受命，接下了研发任务。大概花了10年时间，在吸收了嘎斯、吉普等多款吉普车的技术后，1969年，北汽研发的 BJ211、BJ212 顺利上市。尤其是 BJ212 成为官方指定用车，也在民间大受欢迎。北汽凭借该车型逐渐成为一家颇具规模的车企。哪怕到现在， BJ212 依然活跃在中国汽车市场，给北汽的越野基因定下重要基础。不仅如此，北汽还是国内最早玩合资的车企。1983年，北汽和美国第4大汽车厂 AMC 成功组建了国内第一家合营车企北京吉普，开启了中外合资造车的先例。不过遗憾的是，起了个大早，赶了个晚集。因为北京吉普的成立主要生产军用车型，虽然切诺基等车型也进入民用市场，但受制于车型和价格，并没有受到广泛关注。毕竟那个年代，老三样富康、捷达、桑塔纳才是众望所归。而且重点是，北汽和吉普合资结束的也很快。1987年，北汽吉普的合资方 AMC 被克莱勒斯兼并。1998年，克莱勒斯又和奔驰母公司戴姆勒合并。然而到2005年，戴姆勒选择与克莱勒斯分手。由于经营主体和合资政策变化等原因，北汽吉普在2006年走向停产，北汽转而和戴姆勒合资，于是北京奔驰诞生了。彼时的北汽迎来了第一个爆发时期，除了与奔驰的合资，此前与韩国现代的合资也走向了正规。奔驰加现代2个合资公司销量蒸蒸日上，为北汽赚取了大量利润。不过虽然背靠戴姆勒、现代这样的大树，但核心技术的匮乏依旧让北汽自主挠头。如何在合资公司之外打造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品牌呢？2009年，北汽干了2件大事。第一件事是响应新出台的新能源政策，成立北汽新能源公司。必须要指出的是，北汽新能源是国内首个获得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的车企，没有之一，真正的新能源头号元老级玩家。不过那个年代，新能源没啥关注，北汽的主要心思还在燃油车上。同一时间，北汽干的另一件大事是花2亿美元收购瑞典萨博汽车相关知识产权。萨博是瑞典知名汽车品牌，
旗下的萨博93、95等车型素有陆地飞行器的美誉，操控水平一绝。从2009年到2013年，北汽花了差不多4年的时间来消化萨博的技术。另外，2013年戴姆勒还无偿把奔驰 E 级车的平台和相关技术送给了北汽。理论上，有萨博加奔驰2位大佬的技术加持，北汽的自主品牌应该能起飞了。紧接着，北汽首款自主品牌车型绅宝 D50 上市。2015年又推出了用奔驰 E 底盘打造的 C 级轿车绅宝 D80。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，这2款车外观和奔驰长得非常相似，所以那个时候也有声音说绅宝是萨博和奔驰的缝合怪。除了轿车，绅宝还有几款 SUV， 比如 X65 和 X25 均在15年上市。那么这些车成绩如何呢？14和15年，绅宝轿车平均每年都能卖超10万台， SUV 也有几万台销量。到2016年爆发增长，一年卖掉22.5万台。眼看北汽自主品牌就要成功了，但2017年销量直接腰斩到10.5万，2018年再次下跌到6.9万。到2019年说销量已经没有意义了，因为绅宝很多车型已经停产，整个品牌也陷入停滞。主要原因还是车不行。先说绅宝的标，从面世开始就被喷是猪鼻子太难看，然后是技术的落后。虽然买了萨博的技术，但那都是萨博上世纪的产物，变速箱异响、发动机抖动、机油乳化等问题成为无法解决的顽疾。毫无疑问的，北汽精心培育的绅宝品牌凉了。其实，北汽作为这么大一家市属国企，自主品牌不止绅宝一个，还有北汽威旺、北汽迎翔、北汽幻速等做面包车或廉价 SUV 的品牌，但全都没几年就凉了。其中，北汽专做商用车的北汽福田还花500万欧元收购了倒闭的德国宝沃，想用宝沃冲击高端市场。结果，奔驰、宝马、宝沃、奥迪，我们是德系同门4兄弟的鬼才营销，闹出了一大堆笑话，被调侃百年宝沃毁于北汽。最终，宝沃整体卖给了神州租车，草草收场。说完北汽燃油车的糟糕历史，再来看看北汽新能源的故事。不吹不黑，北汽新能源曾经是绝对的扛把子存在。只不过还是那句话，起了个大早，赶了个晚集，甚至可以说连集都没赶上。还记得前面说北汽2009年就获得了国内首个新能源生产资质吗？2010年年底，北京出了一个政策，新能源车直接上牌不用摇号。地处北京的北汽自然抓住这个机会，在2012年就上市了一款名叫 E 系列的纯电车型。第2年，北汽就拿下了全国新能源汽车销量第1的成绩。之后几年，北汽新能源逐渐推出 EH、EU、EX、EV、EC 5大系列车型，其中不乏 EU5 和 EU7 等爆款车型。然后就是销量一路狂飙，从2013年到2019年，北汽新能源连续7年保持纯电动汽车市场销量第1。比如2018年高峰期销量达到15.8万辆，飞涨的业绩直接给北汽新能源改名成北汽蓝谷，送上了 A 股上市。再比如同一年，比亚迪的销量只有10万，没想到吧？5年前比亚迪还被北汽吊打呢，但到了2020年，北汽新能源的销量只剩下了2.5万辆，为啥就突然凉了呢？其实无敌的销量并不能代表北汽在新能源上有多少技术，只是因为入局太早，实在没有竞争对手。其次，北汽新能源的主要销量靠的是网约车和租车平台，神车北汽 EU5 至今还活跃在不少城市的网约车市场里。另外，北汽当年所有的新能源车都是简单的油改电，没啥核心竞争力。等到2020年，新势力和比亚迪猛然崛起，北汽的新能源自然就告别了市场的虚假繁荣。看到这里，估计有小伙伴暗骂，北汽果然不争气，赚了那么多钱，怎么就不想着搞点核心竞争力？其实大家误会了，北汽真的花大价钱探索了，但就是没啥用。事情要从2016年说起，在魏小李接连成立后不久，北汽蓝谷就率先推出了定位高端的极狐品牌，并联合戴姆勒、麦格纳、华为、宁德时代，于2019年推出全球首个搭载 5G 技术的 IMC 智能模块架构，为 5G 汽车的到来做了提前布局。解释一下，你就知道极狐的背景有多强大。戴姆勒不用多说，奔驰母公司；麦格纳全球最大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之一，除了轮胎，其他所有的汽车零配件都能生产。极狐就是麦格纳产线代工的。华为智驾遥遥领先，签的第一个车企合作协议就是和北汽。宁德时代电池界大佬，2019年首代 CTP 产品就给了极狐首发。
22年的首款 2.2C 快充电池也给了极狐首发，但就是这么强的队友，却没能让极狐支棱起来。20年发布的极狐阿尔法 T 以及21年上市的阿尔法 S 全都是雷声大雨点小。21年两款车卖了不到5000台，22年1.2万台。别说和新势力比了，就连被群嘲的创维汽车都比它卖得多几倍。更何况北汽蓝谷为了宣传极狐，那2年砸钱40多亿疯狂营销，结果就卖这么点儿。不夸张地说，销售额连营销费都不一定能赚得回来。这也导致北汽蓝谷从20年开始连续亏损，至今都没有盈利，累计亏损超200亿。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？首先，北汽本身形象就不太好，很难让人花几十万真的去买台北汽新能源。其次，极狐背后的大佬站台本质上还是拿来主义，全都靠供应商，没啥核心竞争力。有个例子可以证明，新势力魏小李每年的研发费用动辄几十上百亿，但北汽蓝谷的财报显示每年只有10几亿。另外，拿来主义自己没有话语权，如果合作方翻车了，自己就要付出惨痛代价。这其中不得不提极狐寄予厚望的阿尔法 S。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阿尔法 S 嗨版车展那段时间，很多媒体测试其搭载的华为智驾系统，那丝滑的体验让人直呼666，纷纷表示买买买。极狐也以为自己这次是稳了，投入高额营销费准备翻身，但谁也没想到华为的自动驾驶套件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正常供应，这就导致原定于21年11月量产交付的阿尔法 S 嗨版一直被拖到22年7月。等到可以交付的时候，华为亲儿子问界 M5 好巧不巧上市了，再也没人关注极狐，相当于巨额营销费打了水漂。总之一句话表述，北汽无论是燃油车时代还是新能源时代，都有大好的资源，起步和投入时间都比友商早，但就是发展不起来。还是那句话，起了个大早，赶了个晚集。而目前的北汽就更加难上加难了。先看燃油车方面，自主品牌绅宝已经成为历史，新品牌就叫北京，依旧默默无闻。不过好在受到方盒子热度影响，加上北汽从上世纪就营造出越野基因加持，北京越野品牌最近倒是混得不错。合资车方面，现金奶牛北京奔驰还能扛一段时间，但在新能源的渗透下，北奔的燃油车销量止步不前，新能源也没啥起色，不太可能长久。至于北京现代，众所周知，韩系在国内狗都不如，除了伊兰特还能挣扎一下，现代基本算是凉了。再看新能源方面，就剩下极狐和北京2个品牌。其实极狐在23年好转了很多，卖掉了3万台出头，有回暖趋势。不过24年又不太行了，更何况今年的车市，比亚迪开局就甩出降价王炸，友商纷纷跟进。北汽面对的是高度内卷的新能源汽车市场，总之一个字，难。所以问题来了，北汽怎样才能翻身？目前能看见希望的就剩下华为和小米的帮助了。对于小米，双方其实暂时没有多深入的合作，基本就是提供了一个生产资质，就连代工都算不上，因为小米有自建工厂。等小米申请到了资质，大概率就和北汽分道扬镳了。但是苏七发布会上，雷总把北汽董事长请来了，如果仅仅是只借用资质的话，貌似也不会如此大张旗鼓。或许双方后续还会有深入合作也说不定。能快点落地的希望还得是北汽老伙伴华为。或许是当初嗨模式的合作伤了北汽的心，这次华为非常给力的直接和北汽升级到了智选模式，甚至合作的品牌还是界字辈，车型也是定位中大型轿车的享界 S9。众所周知，华为很强势，会帮助合作伙伴改造工厂、解决技术难题等等。北汽不出意外也会受到指点，例如北汽前段时间弄出的用于生产享界 S9的北极星平台，大概率就有华为的介入。更何况以华为目前的影响力，享界 S9 销量也不会差，北汽还是能回血，吸收点技术，打造好自己的品牌。不过把灵魂交给合作伙伴，或者能短暂的赢，但始终不是个事儿。坚持独立自主，才能真正站稳脚跟。只是对北汽来说，需要补齐的短板太多了，从技术到营销，从线下渠道建设到售后，从产品力到产能等等，全都欠缺。市场留给北汽的时间又还剩多少呢？